这个呢是一个下水的水漏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新西兰这种普通的水漏呢，它有2个作用。第一呢是防止脏东西掉进去头发也可以被拦住。第二呢是防止这个臭味反上来如果大家也是这种全瓷砖的卫浴呢，是定期是要清理这个地漏的。这里面呢会存一些头发怎么清理呢？就把它逆时针的转一下。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头发呢都会被这个拦住大家只需要一提，是吧？但是如果堵得太厉害呢，我们里面的这个盒子也是需要拿出来的，是吧？你看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大块的这个瓷砖泥，咱们现在把它拿出来，是吧？像这种大块的，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扔掉，然后再把这个装回去，压一下。然后呢，这个盖子是吧？再转一下。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地漏呢，每个月大家都要清理一下这样的话也是保证这个流水的通畅。这个屋主呢，选用的是这种华门的玻璃也挺大气的。这个卫浴呢，这个屋主的墙呢，选用的是这个白色的系列这个地呢，选用的是这种黑色的系列因为这个房间呢比较小，所以说这样对比起来呢，看上去效果也挺好的。这个呢是洗手盆我们这个卫浴装修呢，咱们现在说一下这个瓷砖。这个瓷砖呢，你大眼看上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其实这些细节就体现了这些瓷砖师傅的水平，是吧？这边呢是2片瓷砖的对角，这个对角一定要成90度，如果你不是90度，你这个洗手盆装起来就非常难看，因为这个缝就不会这么匀，是吧？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吧？这边缝大，这边缝小，要么就这边缝大，这边缝小，是吧？你如果不是90度是不行的，这些细节我都是会很特别注意的就像这个洗手盆我们做好以后，这个边是需要打胶的。为什么有的打了胶不好看呢？就是很有可能它这个角落没有对齐，是吧？就比方说这样，里面缝大，外面缝小，所以它怎么打也不会好看，对吧？虽然这个卫浴呢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要求来做。这个呢是一个马桶是一个旧的马桶。这个屋主呢还想保留这个马桶，所以等一下我要把它装回去。但是呢，这个马桶之前呢被水工师傅打的胶，实在是太恶心了大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呢，我现在要把它清理一下要把这些胶完全刮干净，然后再把它装回去。这个呢是马桶的进水蛇皮管，这个管呢我也换了新的，因为原来那个看着也挺恶心的这个管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它容易爆，水管容易爆如果你不在家，万一爆了，废。我的卫浴肯定没问题，主要是你的房间就废了我们的卫浴绝对的防水我怎么感觉你装完之后安静很多？是因为之前楼板的原因还是怎么原因？有可能。它现在因为楼板厚了嘛，而且也比较稳，都不震了，而且瓷砖也厚了，因为这个砖比之前高级一些，它有可能把这个声音化。还有就是这个缝隙，我们不都打了胶做了防水了吗？所以现在是没有缝隙通在地下室。你原来是它有一个大洞，就你这个马桶下面有一个大洞。它为了那个水管都是漏着的，所以你那个声音有可能是水流走的那一瞬间，那个声音被传上来了，不光是这个马桶的声音。挺漂亮，
就是尺寸有点大啊，极致的便宜是吧？为了追求极致的便宜，没办法啊，这个咱比不了。如果是便宜的话，这个理由是很好的啊，还可以大一点，照的比较清楚啊。这个呢是马桶的这个水箱，也是需要打胶的啊，这样的话这个马桶就比较牢固。虽然这个打胶啊证明不了我的技术啊，起码证明了咱的态度，对不对？你虽然这个胶你看不到，是不是啊？好了，这个卫浴呢算是完全装好了啊。咱这一个二手马桶给装出了新马桶的感觉啊。这比之前是漂亮点啊。这洗手盆是不是也跟没打胶似的？啊，虽然这个卫浴啊比较小，但是我们做的时候还是得照着标准来啊。你这专业呀，你这比我拍的专业呀，这啊运上镜了还。这打的好像没打一样哈。是啊。这卫浴虽然小哈，但是还是挺温馨的啊。OK， 好了啊，现在呢我也该下班了啊。这又一个作品啊，从当时的这个拆除偷工减料到现在完工啊，房东满意啊？满意。OK， 马上付尾款啊，我跟你说啊。不付我就不走啊。OK， 不错，房东既然满意，大佬也放心了啊。OK， 欢迎关注大佬视频啊，咱们下期节目见，拜拜。屋主还要谈谈感想啊。就是说，这一次其实就是以一个维修的心态嘛，目的嘛，就是当时漏水，然后发现了这腐烂的挺严重的，然后也很着急去找人，然后也找了，反正就不太合规格的人，或者是不太能力不太够的人去接手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发现他不太行了啊，反正我后来找防水找不到，找其他人也找不到，然后我就找到大佬，对啊，缘分啊，缘分。然后做下来嘛，就是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就各个工种啊，尤其是那个瓷砖的师傅，对吧？上心哈。对，上心，他墙不平，他就给我找平嘛。就有些人就说啊，那你墙不平不关我的事，他就不管，然后他还弄得挺仔细的。我自己也拿那个水平尺打过，确实平哈。包括这个洗手盆这个角落哈，这个是我最在意的地方。你这个卫浴里面一共3个东西是吧？一个马桶，你胶打的再恶心一点是吧？然后洗手台呢又不平，你胶打的再恶心一点，那你就没有打胶的这种余地了嘛？不能再美化了。对，所以我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洗手台的这个角落一定要是90度。啊，包括这个洗澡的这个水龙头啊、花洒之类的，一定要横平竖直哈。你不能说你装完这杆儿是个歪的，是吧？哪怕这个开关的这个盖子是个方的，也不能歪呀，是不是？包括这个玻璃，是吧？那更不能歪了。所以你每一个环节，你只要能做好，这个卫浴肯定是做好了。啊，包括这个顶上这个油漆哈，风扇是吧？你装的，你不管是安装也好，还是油漆师傅也好，一定要你人家花钱了，对吧？你做了，你一定要照着正规的标准的来，不能说你因为钱便宜，我们故意给你做差一点，是吧？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
倒不是说工序问题，是有没有用心做，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打胶，你帮我刮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不会去做。对，所以说到这儿呢，浪费这个钱。对了，你提的非常好，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应该多收你100块钱哦。那我们再讨论。再讨论啊，再讨论。在意。对，我看一下有没有地方能扣掉这100。能扣100。开关插座哈，每一个一定横平竖直，是不是？对，你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哈，虽然它不影响什么大局，但是它不平，对吧？它就很让人膈应，是不是？那个房东这心里他就不会舒服，是吧？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规则，对吧？工序来的，虽然做的慢一点，但是没有故意的拖任何的时间，包括这个防水上浪费了特别多的时间。对，其实这不叫浪费，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工序。就是这样。对，你不能说这一遍防水，有的人赶时间，上午刷一遍，下午刷一遍，这就叫2遍。他说防水做好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当然他有可能不会漏啊，但是而且第2天有可能就铺砖了，砂浆也不打，是吧？有好多人是砂浆是不打的啊。所以说我们的工序如果排在这儿的话，光在防水跟砂浆还有瓷砖上，这已经超过2个多周了。你就接近3个周是浪费在这个防水、砂浆最后的瓷砖上，对吧？安装特别快，安装可能1天就装完了。对，但是这些最保险的、最关键的地方，我们浪费的时间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是值得的。包括木工，当然你一开始那个木工定的歪歪扭扭，2天就做好了，他就交工了，但是他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从拆到最后，木工可能又进行了1个多周，对吧？光这个木工。他却用了2天时间，这就是差距。你2天跟1个多周，我们都不傻，是吧？我也希望2天把这个钱挣到，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一个卫浴装修，我当然希望从1个周我就开始把这个 finish， 这样的话我的钱不就装兜里了吗？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是赚钱，我们不是抢钱，对吧 ？OK，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咱们祝这个屋主啊使用愉快啊。今天晚上不能用啊，明天早上才开始用啊。明天早上我对洗澡就在这边洗。OK。我就发现这个鸡还是喜欢吃大肥肉啊。咱们看看这个黄瓜的长势啊，相当喜人了。啊，有几根已经成熟了啊，等一下把它摘一下。这根就相当不错了啊。这还有一根啊。今天呢，收获这5根黄瓜啊，顶花带刺儿啊，相当好吃。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大佬要回去吃瓜了啊，咱们下期节目见，拜拜。啊，这个吃瓜前呢，大佬检查一下有没有蛋啊。早晨呢，我已经收了3个蛋了啊。哎，有一个。啊，那个黄色的是一个假的鸡蛋啊，有一个白色的乌鸡蛋。这4只鸡是真好啊，每天4个蛋，不错。